里是爱看电影，我是聪哥。今天让我们来看一部古装版霸道总裁硬上弓的电影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故事开始，女主一代是一只九尾白狐，她女扮男装向天族战神男主一代拜师学艺。渐渐的，女主一代开始喜欢上了男主一代。某天，鬼族的首领意图毁灭世界，男主一代与其展开了一场恶战。两人实力不相上下，最后男主一代牺牲自己的灵魂，将鬼族首领封印在一个叫做东皇钟的地方。女主一代亲眼目睹了男主一代的壮烈牺牲，却无能为力，只好将男主一代的躯体冰封起来，期盼着某天他能够复活归来。7万年弹指一挥间，女主一代始终没能等来男主一代的复活。殊不知，男主一代早已投胎转世成天族皇帝的孙子男主二代。而女主一代最终也因为修仙而暂时失去记忆和法力，变成了一个凡人，也就是女主二代。这天，男主二代带兵镇压起兵谋反的蛟龙族，大战3天3夜之后，终于体力不支，重伤掉落人间。结果恰好就被女主二代给救了。女主二代把男主二代带回家中，悉心照料。男主二代痊愈之后，为感谢女主二代的救命之恩，竟然以身相许了。两人一见钟情，却也日久生情。此时，男主二代本打算和女主二代一起隐居凡尘，去过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，却因机缘巧合被迫将女主带回了天上。天上的女配角因为也喜欢男主二代，强烈的嫉妒心促使她设计陷害女主二代。女配角把女主二代骗到诛仙台，假装跳下诛仙台自杀，却被路过的男主二代及时救下。女配角诬陷说是女主二代把自己推下去的，还害得自己双眼失明。天族皇帝得知此事后，命令男主二代将女主二代的双眼剜出来赔给女配角。男主二代不敢反抗，只好亲手剜去了女主二代的眼睛。失去双眼的女主二代在生下孩子小胖之后，因为与男主二代的种种误会，毅然跳下了诛仙台。这一跳不仅让女主二代恢复了法力，同时也恢复了她作为女主一代的记忆，但她却并不喜欢自己作为女主二代的痛苦的记忆，于是她喝下了刘德华的忘情水，忘记了自己作为女主二代的记忆，从此变成了女主三代。300年后的某一天，女主三代来到东海参加朋友孩子的满月礼。她在会场闲逛时，恰巧遇到了鬼族女魔头，想要抓走一个天族小男孩。她上前阻止，打跑了女魔头，救下了小男孩。小男孩的爸爸刚好就是男主二代，他闻声赶来支援女主三代，却被女主三代当成女魔头攻击。打斗中，男主二代一剑挑掉女主三代的眼罩，他一眼就认出了她，这不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女主二代吗？而此时的女主三代却因为300年前的那一场情伤，失去了和男主二代所有的记忆。面前的男主二代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，可男主二代可不管这些，直接霸道总裁附体，带着儿子来到女主三代家里，与她同吃同住，还美其名曰重温旧梦。看在小男孩这么可爱，还不停叫自己娘亲的份上，女主三代最终勉强答应了这个同吃同住的请求。嘿嘿，典型的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嘛。这天，女配角突然造访女主三代的家，说是要带小男孩回天上去，却无意中发现了洞府中男主一代的躯体。她回去之后就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女魔头。这下我们得知，原来之前女魔头之所以能混进天族抓小男孩，也是得益于女配角提供的情报。很快，女魔头就化身成女主三代的样子，偷偷潜入女主三代的洞府，偷走了男主一代的躯体，打算利用男主1号的天族之血复活他胎死腹中的儿子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女主三代突然赶来，与女魔头展开了搏斗。女魔头的死胎在2人打斗时不慎掉入了深渊，气急败坏的女魔头打算毁掉男主一代的躯体出气。为了保护男主一代的躯体，女主三代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，女魔头一记重锤砸在她的身上，差点要了她的老命。危急关头，男主二代霸气飞来，制服了女魔头。之后，男主二代带着女主三代泡温泉疗伤。这一泡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先上车后买票。这一泡可算是生米煮成了熟饭。很快，他们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可就在大婚前夜，女配角又把女主三代骗到了诛仙台，试图分裂她和男主二代的感情。没想到女主三代还真就上当了。她从刘德华那里得知聚魂灯可以让男主一代复活，而男主二代恰巧就有一盏聚魂灯。于是女主三代跑来向男主二代
借聚魂灯去复活男主一代。男主二代一听，说这聚魂灯其实并不能复活，只是可以帮人恢复前世的记忆，这里面就有你前世作为女主二代的记忆，你就是她，她就是你，没有什么女主二代，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。但是被女配角妖言蛊惑的女主三代根本不相信男主二代，她认为自己就是女主二代的替代品，眼前的男主二代爱的根本就不是自己。一气之下，她独自跑去瀛洲岛摘新鲜的聚魂草。聚魂草和聚魂灯一样，同样可以帮人恢复记忆，但是仅凭女主三代一人之力，根本无法与看管聚魂草的树精抗衡。还好男主二代及时赶来支援，经过一番搏斗，男主二代不幸负伤，女主三代只好先带着男主二代去疗伤，两人和好如初。女主三代也打开了聚魂灯，恢复了记忆。她想起了曾经的剜眼之痛，想起了那个曾经陷害自己、破坏自己感情的女配角，而恰巧此时女配角又走了过来，将她推下诛仙台。不过这次的诡计没能得逞，跌落诛仙台的女主三代被男主二代救起，女配角也终于自食其果，被判剜去双眼，流放东皇中。不过诡计多端的他在临走之前偷了小男孩的天族之血，并用这天族之血成功解开了鬼族首领的封印。眼看着重见天日的鬼族首领又要毁灭世界，男主二代奋不顾身，与其展开一场恶战。这熟悉的场面被女主三代看到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男主二代就是男主一代，自己心里从始至终也只有男主一个。最终男主二代为了将鬼族首领重新封印起来，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女主三代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主二代的尸体沉入海底。女主三代本以为男主二代已经魂飞魄散，却不知男主二代乃神父之子，杀了四大凶兽后继承了父神所有的神力。男主二代的躯体就像是结魂灯，里面装的就是男主一代的元神，所以男主二代死后，男主一代苏醒变成男主三代，就像女主二代死后，女主一代苏醒变成女主三代。所以电影中的画面飞速倒带，然后男主三代醒来，因此男主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，女主从始至终也都是一个人。电影就是讲述了男女主三生三世的旷世奇缘。片名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其实已经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整个剧情，只是男女主三生三世的三段姻缘本就很复杂，而电影用走马灯的方式呈现出来，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人物名字和名词层出不穷，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。好了，今天的爱看电影就到这里了，喜欢聪哥解说的朋友还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哥赏个订阅行不行？想要订阅啊？做视频很辛苦的，哼，视频做得这么烂，也好意思要订阅？